恩人，你的心跳的好快啊！北域妖女，出来受死！你们是谁？我们是青云宗前来捉拿北域妖女的。识相的，把你身后这个女人交出来！她不是什么妖女，她是我媳妇儿，在娘家受了委屈跑出来的。哦，是吗？玄火令图腾，果然是北域余孽。玄火令找了10年的线索，绝不能交出去。住手！北域4大护法已被镇压，能拥有这等高阶玄火令的，天之下只有一人。北域圣女阿九，是你吧？她手上沾了300多条人命，你确定要护着这个妖女？相公救我！什么圣女？我听不懂，他们要杀我！仙长，凡事讲证据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认错？玄火令在此，铁证如山。铁证？3年前，你们仙门发了布告，宣告天下，北域圣女死在断天崖，尸骨无存，4大护法全部被镇压，一个没跑掉。她若是圣女，不应该死在断天崖。你们亲眼看着圣女死在断天崖，现在跑来我家说我媳妇是，要么是青云宗弄虚作假骗了天下人，要么就是为了随意安插罪名草菅人命。找死！竟敢质疑仙门！好一张利嘴！一旦阿九的身份深究下去，青云宗剿灭北域高层的惊天功劳就会被彻底戳穿，沦为3界笑品。这穷乡僻壤的村姑确实配不上高阶玄火令，看来是我们看错了。今天的事我会禀报宗主。滚回去！恩人刚才好大的威风啊！那个图我满门的黑衣人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是谁？本座100年成尊，1000年称帝，竟被你们这些气运之子逼上绝路，真是可笑！你堕入魔道，还残害昔日同门，理应诛杀！杀了他，为八皇除害！仙门赢了，北域灭了，而我还活着，这就够了。别怪我见死不救，我就是个苟了10年的废物，连炼气期都没突破，救不了你。又是一个贪生怕死、见钱眼开的伪君子，和那些仙门败露没什么两样。你这种废物也配活着？救我！
我愿意把自己给你。有意思。喂，还活着没？我叫阿九，你呢？王狗蛋。王狗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真的不想知道？万一我是北域的人呢？怕了。如果我说我就是北域圣女，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，你会不会把我扔下去？不会，因为北域圣女3年前就被仙门围攻，坠下了断天崖。那具尸体我亲眼见过，面容被魔火反噬彻底损坏，但身上穿的衣服确实是圣女的法袍，所以你不是她。你倒是挺有见识，你捡我回去，不怕惹祸上身？怕。那你还捡？我觉得你这人挺有意思，随便拉一个人就说把自己给他。有意思？多少年了，没人说过我有意思。王狗蛋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把自己给你吗？因为我从来没被人见过。哟，今天运气不错，还碰上个喘气儿的。背上那娘儿看着挺水灵啊，小子，把钱袋和女人留下，爷爷饶你不死。两位大爷，钱全给你们，但这婆娘不能要啊，她得了会传染的尸花毒，我都快不敢背了。你们要是不怕烂全身，尽管带走。大哥，这小子贼眉鼠眼的，别听他瞎说，过去一刀宰了完事儿。我的妈呀，这年头走夜路太危险了，还好这破庙年久失修，菩萨显灵啊！王狗蛋，菩萨显不显灵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知道，你这个人是真有意思。忍着点儿。你一直这样，一个人，在这破地方，一个人过了多少年？10年。10年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女人，没有，就自己，就自己。不闷吗？闷，但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这些伤，少说有3年了，不像是战场上的新伤，倒像是被长时间经折磨的痕迹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王狗蛋，你不上来睡？这床虽然破，但躺2个人还是够的。你睡地上，万一夜里我内伤发作晕死过去，你都不知道。我重伤未愈，做不了什么，你怕什么？我习惯睡地上。你耳朵红了？闭嘴！王狗蛋，又怎么了？晚安。
醒了。你干嘛？看你睡觉啊。你睡觉的样子挺好玩，眉头皱着，不知道在做什么噩梦。你伤好了？没好。好看吗？我去做饭。王狗蛋，你这辈子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活着，就这？就这。没想过娶媳妇儿，没想过发财，没想过报仇。王狗蛋，你昨天采的那些野菜，我全炖进去了。你把我挂在窗台上的那把枯草也扔进去了？对啊，我看它像干瘪的野人参，就顺手丢进去了。怎么，不能吃？不好，要炸了！百家娘们儿，那是我从悬崖上好不容易采回来的止泻草，你把它乱炖，是想拉死我吗？哦，原来是止泻草啊！那我懂了，下次我注意。你这个人啊，睡觉都不放松，眉头皱的能夹死蚊子。王狗蛋，把人交出来！他不是北域的人。哼哼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说了算。白师直已将前日之事如实禀报，宗主极其重视，命老夫亲自来处理。王狗蛋，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人交出来，仙门既往不咎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王狗蛋，长老，3年前圣女坠崖的时候，是谁亲眼看到的？是当时的仙门盟主，我青云宗宗主。他一个人？这是绝密，自然不能有太多人在场。那后来呢？宗主亲自用灵火处理了首尾，彻底净化了北域邪气。长老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意思？圣女修为深不可测，就算被围攻，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快，那么容易。事后，现场还那么迅速地被灵火焚毁，甚至需要宗主亲自动手。您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想说的是，圣女根本没出事，宗主知道这一切，而且故意和他达成了某种交易。
什么？二师姐说什么？圣女没死？3年前圣女死的那天，弟子在断天崖附近执行任务，亲眼看到宗主和一个人说话。什么？那个人浑身是血，穿着圣女的法袍。吃了它，从此世上再无魔教圣女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弟子当时离得太远，没看清那人的脸，不确定是不是圣女，而且弟子也不敢说。直到昨天听了他的话，弟子才敢确定。王狗蛋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来告诉你，他是什么人。他是我找了10年的人。王狗蛋，你还记得10年前那个屠了你满门的人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天晚上我也在场，但我不是去杀人，是去救人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家的宅院已经烧起来了，地上躺满了人，都死了。我四处找你，没找到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凶手不是冲着你家去的，是冲着你爹手里的一样东西去的。什么东西？一块令牌，北域的玄火令。那玄火令本来在北域总坛，10年前被人盗走了，盗走的人就是你爹。他为了报恩，把令牌偷出来送给了他，没想到这却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杀人的人是青云宗的人。胡言乱语！我青云宗名门正派，怎会做这种事？凶手杀人之后没找到令牌，以为被你带走了，一直在找你。但他不知道，你爹根本没把令牌给你，而是藏在了别的地方。王狗蛋，你知道令牌现在在哪儿吗？在我身上。玄火令居然真的在你手里！此乃北域至高信物，事关重大，必须由仙门封存，交出来！长老，你急什么？10年前陷害我全家的那个人，手腕上也印着这个图腾。那图腾是青云宗的标志吗？不是，那是玄火令的图腾，只有北域高层才会在身上刺这种图腾，所以幕后黑手是北域的人，不是青云宗。对，那这就跟我们青云宗无关。但是，那个人不仅手腕上有图腾，身上穿的却是青云宗弟子的衣服。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躲在暗处，亲眼看到的。那个人的手腕有北域图腾，但身上穿的是青云宗的青袍。长老，您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是吗？那为什么3年前圣女死的时候，青云宗宗主要亲自处理尸体？为什么他要给那个圣女一颗丹药？为什么那个圣女的面容会看不清，让人认不出？因为他要掩盖一件事，圣女根本没死，死的是一个替身，而真正的圣女被他囚禁了起来。你
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被囚禁的人就是他。我不是圣女。你是。你脖子后面的那个刺青，就是北域圣女的标志。至于那个陷害我全家的黑衣人，刺青在手腕上，那是上一任圣女，也就是你师姐林霜的习惯。圣女失踪的这3年，你一直在受苦吧？王狗蛋，你果然不是普通人。拿下他们！王狗蛋，谢谢你救我。但是，接下来是我的事了。她真的是圣女！快！王狗蛋，你说的没错，上一任圣女的确是林霜。10年前，她盗走了玄火令送给你爹，然后又亲手杀了他满门，为的就是让你们互相残杀，她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他成功了。对，她成功了。3年前，她冒充我，让仙门的人围攻我，把我囚禁起来，然后她假死脱身，从此消失不见，和玄阳一起操控一切。王狗蛋，如果这次我能顺利平息这一切，我嫁给你好不好？他走了。他会回来吗？我的好师妹，3年了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玄火令，找了10年，终于出现了。玄阳，圣女放心，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这一次，阿九和那个王家余孽，一个都跑不掉。玄火令，还有秘境里的王家秘宝，全都是我们的。不枉我布局了整整10年，这天下终于是我的了。你早就知道她是圣女，对不对？从看到她后颈的玄火令刺青开始，就怀疑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护着她？她是北域圣女，是仙门公敌。我的仇人不是她，是林霜，是玄阳。10年前他们联手灭了我全家，我苟活10年就是为了找他们报仇。而且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被林霜和玄阳害了的人。好，那我们联手。玄阳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林霜是你的灭门仇人，我们的目标一致。阿九去了青云宗总庭，林霜和玄阳都在那里。他是去报仇了，但他重伤未愈，根本不是他们2个人的对手。我们必须去帮他。
走。不对，仙门大会今天召开，山门应该大开才对。看来玄阳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，提前布了局。王狗蛋，把玄火令令牌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还能放了阿九，否则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！别给他们！王狗蛋，走！别管我！闭嘴！3年前没弄死你，是你的运气。这次你休想再逃！王狗蛋，我来拖住他们，你去救阿九。不用。不可能！你一个废物，连练气都没有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高的内力？我苟了10年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亲手揭开真相，将你的罪恶公布于众。你的仇人是我，10年前你杀了我父亲，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走吗？你在这里，我怎么可能放任你不管？少了个天天在我身边调皮捣蛋的人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林霜，今日我就要替那些被你杀害的无辜者讨回公道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个练气的废物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修为？我苟了10年，为的就是今天。真当我是个废物？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王狗蛋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玄阳已经被擒，仙门和北域的叛逆都已经肃清。接下来，仙门百家会公开审判他们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圣女，北域那边需要您回去主持大局。我不想当什么圣女，我只想跟他回洛崖村，
安稳的度过余生。九，既然这件事情结束了，你之前说的嫁给我可还算数？